外面雨下很大吧？快进来，掌柜帮你把火炉点上。这里是大宋元丰3年的黄州临高亭，房间不大，墙壁甚至有些漏风。这里不是什么奢华的星级酒店，只是长江边上一座旧驿馆。但在900多年前的那个雨夜，刚从死牢捡回一条命，名满天下的大文豪苏东坡，就站在你现在站的地方，望着滚滚长江，彻夜难眠。今晚我们不聊他的文学有多伟大，我们只是坐在他住过的房间里，算一算他剩下的碎银子，聊一聊他是怎么熬过这段一无所有的日子的。欢迎来到长夜客栈，今晚我们陪苏东坡借宿黄州。既然坐下来了，掌柜先带你看看这间今晚我们要借宿的房间。如果你点燃桌上这盏劣质的豆油灯，借着微弱的火光，你会发现这个房间其实很破，墙壁上的石灰已经成片的剥落，露出里面发霉的土墙。每当窗外的江风吹过来，屋顶的瓦片就会发出轻微的扣扣声。这里不叫酒店，在宋朝这叫临高亭，是一座临江的官办驿馆，原本是给水陆往来的公差暂住的。苏轼戴罪贬官，本来没资格住进官驿，是黄州太守看他实在窘迫，破例让他暂时安身。在正史里，这几个字只是他流放生活的一个背景，但对当时的他来说，这已经是全家20几口人唯一的去处。在几个月前，苏东坡还是大宋朝廷里顶级的公务员，在京城，他的月俸有几10千文，家里住着带花园的大宅，出门有轿子接送，吃的是山珍海味。但在今晚，他翻开自己的钱包，里面只剩下几枚可怜的铜板，因为他被贬官了。他现在的头衔叫做黄州团练副使。这几个字用现代的职场黑话来翻译，意思就是你被无限期停职，不准踏出黄州半步，24小时接受当地官员监控，而且原本所有薪金和各种补贴全数停发，仅剩的一点点散官俸禄根本不够塞缝隙。这一年的苏东坡45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到中年，失业了。而且更残酷的是，他不是一个人，他背后还有跟着他一起被流放的20几口家人。没有稳定收入，在一个陌生的南方小城，全家20几口人要怎么活下去？苏东坡在后来给朋友秦观的信里，写下了他这段时间最真实的生存大数据。每天清晨，全家人还在睡梦中时，他会搬着一张小板凳，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角落，把每月预留的4500文钱精算成30等份，然后踩着凳子把这30份铜钱用绳子一份一份地挂在房间大梁的竹竿上。每天早上，他会小心翼翼地从房梁上挑下其中一份，当做这一天全家20几口人买米买菜的所有开销。如果今天不小心多花了2个铜板，明天的饭菜就得减半。如果今天运气好，省下了1、2个铜板，他就会把铜板放进一个大竹筒里，那个竹筒就是苏东坡当时唯一的应急存款。
专门留着有朋友来访时，才舍得拿出来买点酒。那些我们在课本上读到美到极致的宋代青瓷枕，优雅的文人茶具，在今晚这个破驿馆里，一丝一毫的影子都没有。此时此刻，摆在苏东坡眼前的，只有柴米油盐的沉重和明天该怎么省着过的憋屈。白天在职场里为了生计，为了房贷车贷拼尽全力的你，听到这里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悬挂在房梁上的竹竿像极了我们每个月一领到就立刻要分发出去，给房东给银行给生活开销的账单？原来跨越了900多年，社会人的悲欢其实一模一样。如果只是物质上的贫穷，或许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但今晚躺在这张床上的苏东坡，真正让他痛苦到无法入眠的是精神上的重创。在来到黄州之前，他刚刚经历了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因为几句诗，他被关进大宋最黑暗的御史台子牢，整整130天。在那130天里，每天晚上，隔壁牢房都会传来惨叫声。司法官员为了逼他认罪，没日没夜地审问他，折磨他。苏东坡在给弟弟的绝命诗里写道：“与君是视为兄弟，更皆来生未了因。”那时候的他，连死法都想好了。虽然最后他保住了一条命，被放了出来，但那个曾经骄傲、意气风发、名震天下的文豪，心里早就碎了一地。刚到黄州的头几个月，他独自住在城里的定慧院，闭门不出，连外人的书信都不敢回。每当深夜院子外面有脚步声走过，哪怕只是寺里的僧人和打更的更夫，他都会吓得心头一紧，全身发凉。他总觉得是不是朝廷的爪牙又来了。白天很累的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时刻？在职场上受了极大的委屈，或者被生活狠狠教训之后，你表面上装作没事，继续跟人微笑，但到了深夜，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白天的那些压迫感就会排山倒海的在脑海里重播，压得喘不过气。这时候，人人都劝你要坚强，要积极，要乐观。但今晚在这个漏风的房间里，苏东坡会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用急着坚强，可以先允许自己崩溃。他是怎么自救的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放过那个拼命想证明自己的自己。既然朝廷不用我了，既然就有纷纷避讳，那我就不要那个大文豪苏轼的身份了。到黄州的第2年，他找朋友求了城东一片荒废的旧地，换上最粗糙的麻布衣服，跟当地的农夫一起，在乱石荒地里拔草、翻土、种大麦。这片荒地就叫东坡。从此以后，世上少了一个苏轼郎，多了一个东坡居士。苏轼开始学着跟当地的渔夫、樵夫打交道，那些人根本不认识字，也不知道他是谁，
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下了一句话：自喜见不为人识。意思就是太好了，现在终于没有人认得我，也没有人天天盯着我的错处了。当他跌到谷底，反而获得全天下最彻底的自由。又过了2年，苏东坡再去沙湖的路上，遇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同行的人都狼狈奔跑，只有他缓缓走在雨里，写下了那首治愈了中国人几百年的《定风波》。当我们在办公室里因为别人的评价而焦虑内耗时，不妨听听他踩过泥泞之后写下的那句诗：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那不是空泛的大道理，那是他死里逃生，从谷底一步步走出来之后，对自己，也是对现在正听着故事的你，最温柔的一声安慰。好了，夜已经深了，油灯已经快要燃尽了。今晚坐在这间客栈里，陪着苏东坡走过这段低谷的你，不论明天醒来还要面对多少棘手的公文，多难缠的客户，或者是多么迷茫的未来，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个深夜，请允许自己卸下所有的面具和防备。你不需要是个完美的主管，不需要是个懂事的员工，也不需要满足任何人对你的期待。看一看这间黄州的驿馆吧，900年前的苏东坡，也是在这里学会了放过自己。世界再破，我们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心里修剪出一片荒地，去种自己的麦子。今晚掌柜就不多说话了，我帮你把客栈的炭火再加旺一些。接下来的时间，你可以闭上眼睛，听一听900年前黄州江边的那场雨。历史不只有今晚黄州的这场雨，还有大圣前夜的狂欢，洞房花烛的欣喜。不管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今晚都先好好睡一觉吧。祝你一夜好眠，我们下个长夜再见。